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咱们来闲聊一个话题啊，关于全职妈妈。我有没有想过做全职妈妈呢？利弊都有什么呢？全职妈妈之间其实也是分档次、分段位的啊。那我们该如何考虑这件事情呢？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。我在结婚之前呢，其实是非常坚定的反对去做全职太太的。虽然我经常和我爸还有老麦开玩笑说啊，哎呀，我这辈子没有当上富二代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做个富太太呢？但是呢，其实我自己是绝对不会不工作，在家里做这个全职太太的。虽说要打理好家里，其实需要的精力和付出甚至要多于一份工作，但我个人是觉得呢，人是有社会属性的，而且呢，人也需要一些家庭以外的成就。甚至在我怀孕期间呢，我工作都还是非常努力，并且想要升职加薪的。但是在我生了孩子以后，我的想法就发生了一些改变。我其实是有认真考虑过要不要辞职做全职妈妈的。有很多朋友问我啊，说聊一聊带娃和工作之间如何平衡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，双职工啊，还靠自己带娃是怎么过来的？因为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，拼自己的同时还得要带着娃成长，真的是经常会觉得时间和体力都不够用。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呢，是因为在中美通航以后啊，我妈妈就来美国帮我们了。不然之前有一段时间，就我请的月嫂走了以后，只有我和老麦两个人，就是带娃、做饭、做家务。当时我还在产假，但是老麦要在家工作，就这样呢，我们都觉得忙的就是连轴转啊。现在呢，我也恢复上班了，那有我妈妈帮忙呢，真的就是好了很多。但是我考虑要不要做全职妈妈这个想法，并不是因为觉得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，所以才要选择牺牲一边，而是我真的很喜欢和我的孩子待在一起，就是我特别 enjoy 做妈妈这件事情的本身。我觉得孩子就是生命的馈赠啊，看着孩子长大，每天发生变化，我都感觉很幸福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娃正好要睡觉，但是我又要开会，或者开会的时候呢，娃在这个地垫上咿咿呀呀的，就是喊人，我在那种时刻就是会对工作上班这件事情产生反感，就是那种会想说，哎呀，这堆破会什么时候才能开完啊？我好去陪着娃，我不想错过孩子成长的一点一滴。希望看视频的我的同事们不要告诉我的老板啊，但就是说呢，我感觉生活的重心发生了改变，或者说可能我本来就不是那么有事业心的人，以前在没有孩子的时候还没有体现出来，但是有孩子了以后呢，只想把工作的事情都赶紧做完，这样我好专心陪孩子。有的时候我妈妈都有点看不惯我了啊，催我说你赶紧坐在电脑前面好好上班，不要老是在这儿陪着孩子玩。当然了，显而易见的，我现在还是没有选择做全职妈妈，主要还是因为钱没到位啊，我们离财富自由这个目标还有点距离。我现在工作的这个性价比呢，本身也还是挺高的，事儿呢不算太多，钱也不算太少，和码农投行这些呢咱们不能比。但是你要是说算一个 top 10% 的收入的话，那肯定是有了。只是我自己呢能深刻感受到我内心里一些想法上的转变。那说起来呢，全职妈妈也是一份职业啊。既然是职业的话，也一样要拼性价比、拼资源。这个呢，也是我在一些妈妈微信群里面呢，看到很多人讨论这个话题。那根据妈妈这个身份的资源呢，就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排位。第一种呢，家庭合伙人占据了顶层的资源排位。这一种呢，基本上是说自己为家庭的事业助力颇多，比如说呢，可以为家庭提供大量的资金或者人脉，就算是退居家庭这个全职带娃的过程中呢，自己仍然掌握着家庭至少一半的这个财政大权。那这种档次的全职妈妈吧，跟职场妈妈的分界其实并不是很明显，因为通常情况下，在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，他们其实都是会有自己的工作的，只是这个工作呢，不是给别人打工，而是给自己的家里打工。其实30而已那个电视剧里呢，顾佳就属于这种类型啊，因为她自己本身的能力就很强，她和老公的公司初期呢，也是她一力参与一起打拼的，后来呢，也是在用创业的心态在管理家庭的方方面面。虽说电视剧里的结局不够美好啊，不过现实生活中呢，很多这类女性都是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有很强的财力和资源，做全职妈妈也不会出现什么家庭地位低于老公这种事情。
第二种呢，阔全职太太占据了上层的资源排位。那这一种呢，指的是一般都是老公很有钱，家里供得起保姆阿姨，然后消费得起奢侈品，但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呢，其实就是老公给予的资源，所以老公好不好就非常重要。那我有个学姐呢，就是这类，她老公呢是名校出身，自己开公司，每年个人交税就要交50万美元，家里2个小孩，每个小孩呢配备了2个人来照顾，她自己呢就能每天照常出门吃饭逛街。从孩子生下来呢就没有熬过1个夜，和我这种就是每天熬夜带娃的，压根儿就过的是2种生活啊。Woody Allen 呢拍过一个电影叫做《蓝色茉莉》，女主角呢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。茉莉呢是一个从普通家庭跻身上流社会的女生，读书的时候呢遇到了高富帅老公，然后就嫁人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，出入豪华场所，置办了华服名表。她觉得自己又优雅又有品位，能够把上层人家的生活呢安排的高档又精致。但是呢，听说老公出轨的时候呢，她首先就是自我催眠，说这不可能，直到7、8个朋友都告诉她老公出轨了，她才开始痛哭流涕。最终呢，随着老公的破产，也从云端跌回了现实。那这个类型的全职妈妈呢，所谓的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啊，因为她们能全职在家的前提就是依靠老公的财力，所以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。比较好的做法呢是说，等孩子在进入幼儿园之后，学会呢把这个家庭的光环和资源慢慢的累积到自己个人身上，形成自己的能力圈和资源圈。第3类全职妈妈呢，拥有东山再起的资源，是暂时为孩子回归家庭，占据比较好的资源排位。那这种女性呢，一般是说就是出身中产吧，嫁的也是普通人家，但退居家庭后呢，仍然能够保持学习的能力，保持和社会的正常交往。她们只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退居家庭，把孩子排在首位。等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，随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重启自己的事业。那我身边知道的一些所谓的大龄啊，就是30加或者35加的女生啊，选择转码农，就是转码吧，很多其实都属于这种情况。就是自己生完孩子以后呢，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妈妈，然后呢，想要找到不太计较年龄，也不太计较学历背景的工作，还能够挣得多，那就是刷题拼码农了。有的人呢可能去读了一个这个 online 的 master， 有的人呢就是上了一些培训课、培训班，然后利用任何空闲时间刷题。而且我身边知道的有一些人啊，陆陆续续都在近期有很多人都上岸了，收到了心仪的这个大厂的 offer。大家普遍的感受呢是，这种机会在美国还是会多一些，整体的社会对全职妈妈回归职场都更包容一些。尤其是程序员现在是一个缺口比较大的一种职位，而且女性做码农呢也有一些软性优势。何况面试的门槛呢，主要就是靠刷题，能够用一种编程语言刷够一定数量的题目，相对于能拿到的这个入门级别的薪水，都对曾经是全职妈妈的人来说是非常划算的啊。第4种呢，就是不占资源的普通全职主妇。那这一类的全职妈妈呢，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在新闻里啊或者故事里看到的，在家里呢会被老公和公婆 PUA， 会陷入彻底的自我怀疑，久而久之呢，经常有一些家庭的矛盾，也消耗掉了原本美丽的自己。通常这种全职妈妈在生孩子之前呢，也没有非常好的工作或者比较多的收入和积蓄，一旦选择离开职场做这个全职妈妈，就会变得比较被动。总而言之呢，生孩子是件大事啊。作为女性来说，一定要和老公讨论各种现实的话题，并且准备好不同的应对方案。比如我们在生孩子之前呢，我就很明确是要请月嫂来2个月的，不管是多少钱都要请。坐月子呢，不能让家里任何一方的父母来，因为生活习惯啊、带娃理念呢，可能都不同，需要磨合。但是生完孩子刚开始呢，真的没有这个心情和体力啊。之后根据情况再决定要不要请人来帮忙，或者让长辈来。主要呢也是有疫情和这个航班的原因。至于做不做全职妈妈，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和想法，我没有任何支持或者反对的意思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是想分享一下近期这个话题带给我的一些感悟，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给我留言。觉得我讲得好的朋友呢，请记得给我点个赞。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呢，快点订阅小夏和老麦的频道吧。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